少女的周末旅行完结了吗？这俩女主死没死呢？这个就有点难说了。先介绍一下，该作是由漫画家子库咪子于2014年在新潮社的网站月刊水母棒子上连载的网络漫画，一共有42话正片内容，以及2个番外和一个42.5话的补充内容。我们2017年看的12集 TV 动画的剧情，其实只演到了漫画的第28话，就是讲到了那个蘑菇人出现这里为止。其实后面大致还有14话左右的内容。通过女主小千和优丽2人冒险与回忆，得知了原来女主俩都是孤儿，他们是被爷爷捡回家抚养长大的。他们原本都生活在一个工业城市，但某天爷爷让小千找优丽回来，原来城里面发生了战乱，爷爷让小千和优丽带上食物和武器，骑着机车让他们向西前进，往高处去逃，而爷爷则选择了断后，保护他俩安全撤离。随后的故事里面，俩女主翻越过了一个又一个人类文明的废墟，最终来到了通往顶层的黑柱面前，但苦于找不到入口，大聪明优丽决定把高处提供照明的灯塔给它炸了，炸出个缺口来，不就能钻到黑柱里面了吗？于是果不其然，压根儿就没把塔炸断，甚至只是把亮光给炸灭了而已。但光一灭，却意外的让黑柱内恢复了电力供应，黑柱的入口显现出了光亮，指引了俩女主前往。接着俩女主终于遇到了新的活物，一个全息投影的人工智能。这个人工智能好久没有见到活人了，一听俩人要前往最高处，人工智能那高兴的一顿指引女主他俩前往了升降梯处，甚至让女主俩一顿操作就把他人工智能给杀了。原来人工智能觉得自己活得太久了，一直没有遇到过能交流的人，记忆不断的增加，令他痛苦。于是这个设定为不能自杀的人工智能趁着有人来了，干脆指引别人把自己给毁灭了。俩女主很恍惚，觉得记忆多不好吗？但其实他俩也早就忘记了许多过去的事情，只记得爷爷告诉他俩要前进的方向。最后俩女主拿着人工智能给他们的地图，前往了一个火箭发射基地。在这里俩人有惊无险的找到了新的食物，并发现其实人类有向太空飞出去了3波人马，前2波人马半路就折损了，但第3波似乎成功的飞向了宇宙的远方。随后俩人旅行中找到了巨大的图书馆，弄来了许多新的书，但眼看就要到顶层的时候，机车却彻底坏掉了，俩女主只好徒步前行。路上他们丢掉了很多多余的重物，在黑暗的一个悬梯处，两人终于爬到了顶层。等来到顶层定睛一看，发现啥都没有，除了有星星以外，就只有一块黑曜石。好家伙，这是来到了末地是吗？你当你俩是 MC 穿越过来的呀？不过总之女主俩人还是来到了最终的目的地，但女主俩此时已经弹尽粮绝，再往回走似乎也没有食物给他们提供能量了。小千很后悔的说，如果早就知道是这样的结局，半路就回头那该多好。大聪明尤里一听，立马拿起了雪球就跟小千打起了雪仗。尤里他才不管这么多的，他表示活着就是最开心的事情了。但打着打着，两人发现太阳那边似乎还有没探险过的城市。随后两人回去查看自己的行李的时候，却发现大聪明尤里似乎在火箭基地那的时候把压缩食物当成了炸药给背了过来，所以他俩绝处逢生，又吃上了食物。最后两人相约先小睡一会儿，以后该咋办等醒来再说。所以故事其实到这里就大致结束了。在42.5话补充的内容里面透露到，其实女主俩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在一个建筑群的顶层的一个小区域，下面似乎还有人生存过的建筑群的痕迹，地下还有很多不明所以的工业建筑，海里也还有未知的文明遗迹。至于俩女主后来是死是活，作者根本没有明说，但是作者后来在18年又画了一个新的漫画，叫蘑菇的拟态日常。这漫画表面讲的是头上长了蘑菇的妹子在校园里生活的故事，但内在其实出现了很多建筑，都在少女的周末旅行里出现过。而且蘑菇这个漫画里有角色跟小千和优里长得一模一样，所以只有等蘑菇的拟态日常这个漫画完结了以后，估计才能知道少女的周末旅行这个故事的世界到底是咋来的。以上就是大致的少女的周末旅行的完结大致内容，各位有啥想法和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你还有啥想看的动漫原作是咋完结的？本期视频点赞过1万，我们就1天之内做出下期视频，望各位多多点赞，多多支持。